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周末。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本书。这本书呢，是当时一名 YouTuber 叫小土豆推荐的，因为他当时也是有点抑郁，然后去看了心理医生。在他看心理医生的过程当中，推荐了这本书。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。这本书是我在上下班坐地铁的时候把它看完的，里面有很多能够缓解人生焦虑的一些句子，我觉得非常好。那今天我就想把它分享出来给大家。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，不妨拿起这个视频来听听这个里面的一些美好的句子，让你更加的心情愉悦。那首先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少有人走的路，在焦虑的年代获得精神的成长》。那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分享我认为里面觉得写得非常好的一些句子。生活有三种情况，一种是好的，一种是坏的，还有一种是不知道是好是坏的中间地带。我们必须承认，现实生活中我们处于中间地带的时候很多，诸如要不要和那个人结婚，该选择何种职业，什么时候买房等，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。我们所做出的决定也都带有赌博的成分，虽然这个时候令人备受煎熬，却在我们的人生中十分普遍。因此我们必须接受，必须学会在不确定的中间地带生活。在不确定的中间地带，前景难料，我们常常会感到焦虑、烦躁、忧心如焚，但是对不确定性和焦虑的容忍，能够消除自以为是的偏见、假设和想象，让我们的内心变得坚韧起来，不再那么脆弱。每个人都在不确定性和焦虑中成长起来的，没有谁的人生之路从小就被固定下来，一成不变，没有谁的内心一点焦虑也没有。不能容忍不确定性和焦虑，我们对很多事情就会匆匆忙忙下结论，让思考变得草率和莽撞，以至于看不清真相。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，最适当的做法也许是放下。我们无法解决一切问题，所以必须选择自己的方向。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的天赋，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。当然，很多时候，即使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，也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。似乎一切辛苦皆付诸东流。我的一位病人告诉我的一个故事，总能让人感到安慰。他曾经参加过一次聚会，其中有一位演讲者是贝林根神父。我的病人说，在会议中有人问贝林根神父，数十年来他的工作似乎没有任何明显的结果，他靠什么坚持下来的？他回答说，我根本不考虑结果，如果我这么想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结果不是我所关心的，我只是去做我觉得是正确的，应该去做的，其余的就交给天意。一切事物皆有定期，天下万物皆有定时。生有其时，死有其时，播种有其时，收获有其时，杀戮有其时，医治有其时，拆毁有其时，修建有其时，哭泣有其时，欢笑有其时，哀动有其时，跳舞有其时，忘怀有其时，回忆有其时，拥抱有其时，孤独有其时，争取有其时，舍弃有其时，积存有其时，发散有其时，撕裂有其时，缝补有其时，沉默有其时，发生有其时，喜爱有其时，憎恨有其时，战争有其时，和平有其时。生命的成长必然会伴随一定程度的焦虑，而我们会感到焦虑的深层原因，其实是内心深处的恐惧。我们害怕疼痛，害怕痛苦，害怕孤独，害怕失败，害怕未来的不确定，甚至害怕壁虎或者蜘蛛。在所有恐惧的事情中，最终极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。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反对草率的思考中，我说正直的思考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接纳相互矛盾的观念。在第二部分，在复杂中摔打，在矛盾中抉择中，我强调任何抉择都是在矛盾中进行的。我们能够接纳我们身上好的部分以及不好的部分，并加以整合。
我们能够发展出与我们缺陷共存的能力，甚至能够自嘲。当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缺陷后，我们也就有能力去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，接纳我们不能改变的，并因此变得智慧起来。人生唯一的安全感来自于充分体验人生的不安全感。这声音给了我莫大的启示，尽管我的想法会与社会公认的规范不符，甚至我看上去像个疯子，但我应该选择自己的路，随大流和投机专营。他们活得很肤浅，几乎与灵魂没有任何接触。但是对于那些自我意识很强的人来说，他们必须放下自我，才能释放出灵魂的光芒。如果说我们前半生是努力去追寻自我，那么后半生就要放下自我，让自我追随灵魂。所谓中年危机，就是在该放下的时候没有放下，这才让人变得焦虑不安、忧心忡忡。获得自我的过程是缓慢的，放下自我的过程同样如此。如果放下的过程受到阻碍，我们的内心就会出现危机。你总想把事情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，害怕放手，但是生活中并不是每件事情你都能掌控，你必须放下掌控一切的想法，把命运交给命运，才能彻底的避免内心的焦虑和恐惧。实际上，我们之所以感到焦虑、恐惧、痛苦，是因为我们心中始终有一个自我。放下自我是跳出自我，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和更广阔的视角观察自己，并获得自我察觉的能力。这时，虽然我们依然有自我意识，却会感觉到自己只不过是浩瀚天地间的一份子，是伟大宇宙计划的一份子。于是，我们的自我意识与宇宙意识融为一体，我们变得谦逊、宁静、宽容、坚韧，也更具智慧，能够从生活中的一个转瞬即逝的片段，感受生命的壮阔，从而获得超然。人生各个阶段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危机，只有放弃旧的、过时的观念和习惯，才能度过危机，顺利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。不少人无法放弃早已过时的东西，所以无法克服心理和精神上的危机，只能止步不前。他们不能享受到新生带来的欢愉，也不能顺利地进入更加成熟的心智发展阶段。我们不妨按照人生危机发生的时间次序，简单归纳我们在各个阶段需要放弃的东西。放弃是痛苦的，对我们来说，放弃生命几乎是不可接受的事情。正是因为放弃如此艰难，所以放弃才是神圣的。在英文中，放弃这个词有两层含义，一个是自我掏空，一是神性的放弃。这说明放弃不是人的行为，而是人身上神性的体现。在人类历史中，所有伟大的精神导师都传达出同样的信息：放弃自我者必将获得灵魂。我们在生活中所遭受的一切打击和挫折，所承受的一切焦虑和痛苦，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让内心变成一个空瓶，来容纳灵魂。如果内心始终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占有欲，填满了过去的伤害和怨恨，我们也就远离了灵魂，一刻不得安宁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能够运用神性的力量放弃自我，甚至在心理上放弃生命，伴随着放弃的痛苦和沮丧，在臣服于更高的力量之后，一种轻柔的宁静便会降临。这时，我们把自我萎缩得很小，但看见的世界却很大。我们终于明白，自己就像一个话筒，传递着灵魂的声音。正如圣保罗所说的，现在我活的不是自己的生命，我与宇宙的灵魂共存。当我们在心理上真正做到放弃自我之后，许多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。好的，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很好的句子我已经为大家读完了，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感受，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焦虑、惶恐有所缓解？希望我们活在每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平静安详地度过这一生。希望各位朋友在自己焦虑的时候能够打开这个视频，听一听这里面的一些美好的话语，让自己的心里更加的放松，让自己不再焦虑。谢谢大家。